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没有永恒的黑夜，只有未到的黎明啊。这句话是在表达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鼓励我们在碰到困境挫折的时候呢，要保持希望跟信心。虽然当前的处境可能非常困难或险恶，就好像身处漫长的黑夜而看不到黎明的曙光一样啊，但这种黑暗不会永远持续啊，只要我们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最终黎明跟转机还是会到来啊。那这个黑夜呢，是象征困难、挫折、痛苦或迷茫啊。黎明是代表什么？希望、解脱啊，跟新的开始啊。要了解啊，任何的困境跟挑战呢，都是缘生则起啊，缘灭则散啊，都是暂时性的啦，最后都会一一过去的。所以，当我们碰到忧悲苦恼，或处在这个极度伤悲跟绝望之际呢，可以用7个字呢来鼓励自己啊，叫做一切都会过去的。那佛家所说的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在表达世间万物都有生灭无常的，叫做诸行无常了。也就是所有的事物啊、感受啊、情境啊、际遇啊等等，甚至是痛苦、快乐、幸福，都不会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那这样子的观念跟思想呢，是在提醒我们，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要过度执着于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状态啊。这也是在帮助我们放下执着啦，以平静的心去接受生活中的种种变化视线呢，进而让我们能够积极活在当下。那这样的概念呢，也会为我们带来安慰哦。特别是当我们处在困难跟逆境的时候呢，因为已经体认到黑暗跟痛苦不会永久存在啊，所以这样的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有力量去承受改变，或者等待改变，从而减少内心的苦楚啊。其实人生中的种种烦恼跟痛苦，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了。也就是烦恼跟痛苦的因缘成熟了，那我们就会烦恼跟痛苦啊。烦恼跟痛苦的因缘消散了，那我们就没有烦恼跟痛苦啊。那既然因缘有生灭无常啊，而烦恼跟痛苦也不可能永远都存在，因此我们也不必过度去执着啦，因为它终究是一切都会过去的啊。以这样子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啊，会有助于我们培养平静的心态，跟减轻不必要的焦虑跟痛苦。黎明跟黑暗也是不断交替的现象哦。黑夜再漫长，最后也会迎来黎明啊。那白昼再明亮，也会走向夜幕低垂啊。这种交替提醒我们，必须体认，即使身处黑暗或低谷的时候啊，也要认识到黎明终会到来啊。那有这样子的体认呢，才会有坚持下去的信心跟力量啊。同样的道理啊，当我们在享受黎明的美好时光时啊，也要提醒自己啊，要懂得珍惜现在这个因缘啊，因为这份光明也会走向下一个黑暗啊。那这种一切都会过去的这种智慧啊，让我们对生命任何的状态不会产生执着跟害怕啊。也就是对生活中的一切看得很开，看得很淡啊，其实这就是放下的功夫嘛。弘一大师有一句经典名言啊：世上没有天大的事，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放不下的自己。这句话是对心灵解脱的诠释啊，是在提醒我们啊，很多过不去的坎跟天大的事，其实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执着心态啊，而不是外在客观的困难啊，都是自己主观的认定啊。能做到放下啊，就能看开看淡，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样即使身处暗室，心一样是大放光明啊。相反的，如果不能放下的话呢，
即使处在大白天，心里也会如处在暗暗的黑夜里，没有出奇呀。因此，放下的功夫够不够，跟要处在黑暗或黎明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放下既然这么重要，那要如何才能放下呢？我们可以从下面5个方向去理解，然后去实践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接受无常，认识人生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的快乐也好，痛苦也好，都会随时缘生而起，缘灭而流逝啊。那我们要学习体认无常，并通过接受无常来慢慢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啊。比如当我面对失去或失败的痛苦的时候呢，提醒自己这是生命的自然过程，是学习必经之路，只要继续往前走，再怎么样的痛苦都会过去的啊。第二，转变视角啊，很多事情之所以让人难以放下，是因为我们执着于自己的观点跟期望，铁板一块啊，不愿意做出任何的改变了。这个叫做墨守成规，死骨不化。那情况再恶化下去呢，就变成冥顽不灵了。哇，这个就比较严重一点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高度啊，自然就能够扩大自己的视野嘛。啊，就像站在山顶上啊，所看到的视野，跟站在山脚下所看到的是截然不同啊，角度不一样啊。所以换个角度跟高度去思考问题，就会发现原本那些过不去的坎，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啦。这个就是登泰山而小天下的道理了，也就是转个角度看问题，问题是菩提啊。这是因为高度会影响视野，格局会影响结局。好，第三，降低欲望啊，要减少对物质跟名利的狂热追求啊，因为过多的欲望会让人患得患失，而产生焦虑跟痛苦啊。那降低欲望，并且专注于当下啊，就能立即减轻内心的负担哦。那通过这样子的学习呢，慢慢的就能学会放下那些原本放不下的东西啊。那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身体可以有承担，但心里不要有负担。简单讲就是加重承担，减轻负担。第四，培养悲心啊，学习以慈悲心去做人处事，告诉自己不要只是做一个对的人，还要做一个慈悲的人。讲道理当然很重要啦，但还要能够学习理直气和，得理要饶人啊，才不会礼多情就薄啊，变成赢了战争失去和平啊。所以感性跟理性不可兼得的时候呢，宁取感性啊；慈悲跟智慧不可兼得的时候，宁取慈悲啊。同理，才德不可兼备的时候，宁取其德啊。因为修一生之德，无事不成啊。当然，最好的状态是才德兼备，感性理性平衡，慈悲智慧平等啊。好，第五，静坐冥想啊。静坐而让自己的平心静气啊，屏气凝神啊，这可以帮助我们观察内心的波动，而达到内观跟自省的效果。通过这样的练习呢，内心比较不会被外境所左右了，而能够逐渐舍离或者断舍离而放下，达到放下的境界啊。不过要注意一点哦，静坐是指静静坐在那里啊。如果你静坐是想要得到灵通或神通，这个不是真正的静坐。以这样的思维去静坐，很容易走火入魔，这个不是我们所要的静坐了。好，综合以上这个5点呐，总而言之啦，放下是对生活中的任何事不在意，也不会去认真，学会对人与事都能分寸取舍的恰到好处，对人与事都能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啊。
这样才有办法以平常心跟平等心去面对顺逆得失啦。简单讲啦，就是缘生就把握当下，缘灭就看开放下，一个当下，一个放下，这样才是真有两下子啊！正如这个弘一大师所讲的，放不下的往往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执着啦，不是外在的事物啦。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放下，就没有天大的事啊，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啊，道理在此啊。所以我们在讲心通路就通，不是吗？对不对？在这个心嘛，那通过以上5点方式去修炼呢，慢慢的就能在生活中感受到放下之后的那种轻松跟自在啊。那窗外有蓝天这句话跟我们今晚的主题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也是一种比喻啊，是形容一个人即使处在困境或局限之中啊，还是要保持希望跟积极的心态哦。蓝天这象征着希望、自由跟光明啊。蓝天更代表了什么？广阔跟无限的可能性啊。那窗户呢，象征着我们的视野跟我们当前的处境。它告诉我们啊，只要懂得抬头看窗外的蓝天，就能看到希望跟广阔的未来啊。因为无论窗内的环境、窗里面的环境如何啦，窗外的世界仍然是充满着希望跟机会啊。例如说，一个人呢，难免会面临工作的瓶颈或生活的压力嘛，生活的困境也是一样啊。但只要随时提醒自己，窗外有蓝天，并提醒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样就能保持积极乐观的信念啊，也才有可能看到黎明跟曙光啊，也才会有否极泰来的一天啊。生活中能随时提起这样的正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互相提醒，唯有走出自己知识的象牙塔，才有可能进入智慧的灵山塔。这个过程叫做转世成智啊。有一位原本很发心的环保志工啊，他因为看到一些不顺眼的事情呢，跟自己面对成长的瓶颈呢，一直无法突破，而萌生退心了。有一天呢，刚好我在用午餐的时候呢，他贴近我身旁啊，问我用过餐后可不可以给他几分钟的时间，他有一些那个心事或疑惑，想要参考我的看法。那言谈中呢，我耐心的倾听他则说出久藏心中的苦闷并倾诉了一些不愉快的芝麻小事。那这些我认为是很小的事情，却因为他的一念之差呢，全部被他以放大镜放大，都成为大问题了。那其中有2个关键性的问题，经过我耐心解释之后呢，他豁然开朗啊，脸色从进来时候的心事重重，顿时拨云见日，与雾散云开啊。那互动过后呢，我就以开玩笑的口气问他说：“现在你打开心内的门窗了吗？”他兴奋地说：“他现在了解了为什么叫做窗外有蓝天。”对，那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说他在做环保工作的时候，看到有些人呢，只选择轻松的工作，而把粗重的工作都丢给他。那长期下来，他觉得这个工作分配不平均啊，对他很不公平啊。因此他心生不满，而觉得越做越累。其实不是身累了，是心累了嘛。那我向他解释啊，大家利用下班的时间来投入做资源回收。将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大家都是难得的有心人值得给予肯定跟赞叹。那既然已经发心投入大地的环保，更要警惕自己，也要做好心地的环保。既然在行善，就不要有计较的心念啦。力量大的人就多做一点，力量小的人就少做一点。多跟少，轻或重，大家都随分随力。不必心存挂碍啦，既然拿它当修行，那就是要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多做多得，少做多失。套一句庶民语言叫做“个人吃饭，个人饱”能做的多或少，
是跟自己的道业增长有关，跟别人一点都无关呢。个人修个人的啊，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不是吗？夫妻也是一样啊，夫妻登山各自努力啊。别人只选择轻松的工作做，可能是身体不能提太重啊，那也有可能是嘛，时间关系不能做太久啊。我们除了善巧鼓励他之外呢，唯有善解跟感恩啊。毕竟呢，下了班之后要来做资源回收，这个已经很不简单的啦。更何况哪一天我们因体力不好，也不能承担太重的时候，我们也不希望别人看轻我们，不是吗？我跟他说，你这样默默无怨无悔的付出啊，大家都看在眼里哦，也都会暗自羡慕你的力量这么大，感觉有你真好啊。这代表你的福报比别人大啊，而且在重要关键时刻你出来承担，人家说你的身价很高啊，不是吗？其实承担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轻到重，甚至从简单到困难呐，这是每一个人学习跟成长的心路历程。我们只有自我期许、自我鞭策，没有办法去勉强别人。要走入修行之路，就要时时自勉呐。简单的事给别人做，困难的事留给自己。别人承担不了的，我们主动承担起来，这样不但别人会感恩我们，我们也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是吗？那这位志工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说他总感觉到一无是处，常常做错事而很不快乐。他说我已经失去信心了，也因为对任何事情失去信心，我开始封闭我自己，生活跟工作都很不快乐。他问我说要如何让自己走出来啊？那我跟他分享啊，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也会对别人不放心，所以对别人不放心就是对自己没信心。那不信任别人的结果会造成人缘不好，那常常对别人猜疑，不是吗？而不信任自己更是一种自我摧残呐。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巨人，这个巨人睡着了就不会有力量，巨人醒了就会力大无比啊。这个心中的巨人就是什么？就是自信心啊。你我皆有之啊，只是这个巨人有没有被叫醒而已啦。如果装睡的人就叫不醒了，对不对？那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是看自己不顺眼，不是吗？这是缺乏自信啊。所以近思语才说，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有问题这是指看人的人而说。然而看自己不顺眼这个就代表自己信心有问题那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别人怎么会看得起我们呢？感觉被人看不起当然就无法获得别人的尊重啊。这样自尊都丧失了，生活当然会不快乐嘛。那我继续跟他说做错事会让人挫折感，而一错再错更会打击我们的信心。信心一旦动摇了，做任何事都会没有把握。所以自信心的培养也是很重要啊。自信的人并非完美无缺而是他能够接受自己的不足，并且勇于接受尝试跟改进，同时也能放下对自己严厉的批判。他会善待自己，偶尔要原谅自己啦。虽然说律己以严但过头了，因自律甚严而自责很深，甚至不放过自己，不原谅自己，这样也是不好。我跟这位志工分享的时候呢，他全程录音并跟我说回去后要多听几遍。离开的时候呢，心情明显是放松了许多那我们今晚的主题没有永恒的黑夜，只有未到的黎明，这也是一种自信心的提振要培养自信心，就要先培养正念，正确的观念很重要。我们举2个观念来说明第一，千万不要动不动就说我不行。你对他做事情我不行我不会要改口说我可以试试对，你讲我不行跟我可以试试2句话的心态是差很多呢。第二，不要跟别人比较啦。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强项跟优势，每个人对成功跟成就的定义也各不相同啊。有些人认为只要自己能立于不败之地，就算是成功的啦，我不会失败啊。虽然不失败跟成功有一个距离，对不对？但是他都认为说我立于不败之地就是成功了。有些人认为少数就是赢啊。相反的，有些人看起来就已经很成功了，但他却有一缺九，自己一直认为还不是很成功。所以成功的定义也是因人而异啊。那比较也是一样啊，比较的心态会带来负面的情绪，过多的比较更会消磨我们的自信心哦。因为一直比上不足啊，比来比去，最后比到没有信心啊，所以不满足啊，而不满意自己啊，甚至看清自己啊。我们举这2个例子就已经学不完了啦。啊，其实自信心的提升还有很多条件呢，讲这2个就好。学不完。有一句话说了勿因恶小而为之啊，不要因为这是不起眼的小恶而去做它。同理，勿因错小而为之啊，不要因为这个只是小错而不在意啊，这样大错没有，小错不断啊，就好像大病没有啊，小病不断啊，这样也是很麻烦的，不是吗？有时候啊，小错影响一时啊，大错影响一生啊。更会有形无形的改变我们的命运这个也是一种生活的危机啊，小错不断啊。但是如果能够从错误或失败中导正方向，甚至从失败中学习到成功的诀窍，而一旦成功了，再继续学习谦卑跟虚心，这样因错误而找到正确的方向，也从中让我们的心智成长。那这样的错误跟跌倒未尝不是好事一桩哦。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什么逆境就是真上缘嘛。这是需要不断的学习才会看到成效的啦那一旦看到成效，那就是黎明来到了嘛。那如果还看不到成效或还做不到那就是必须走过漫长的黑夜啊。然而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啊，持续不断走下去，总有一天看到黎明的曙光啊。那生病的道理也是一样啊。很多癌症患者在治疗期间经历了很大的痛苦跟不确定性嘛，对不对？好像可以医，好像不能医这个很不确定。那这种煎熬对他们来讲都是漫长的黑夜，但是他们能够忍受病苦，坚持治疗，最后战胜了病魔，重获健康。这个时候就是迎来了黎明啊。不过也不是每一个病人都能幸运的战胜病魔而迎来黎明哦，这个要看个人的造化。因为如果是因果跟业障有关的病，只靠一般的医药是不可能见效的。生理的病可以靠医生解决，因果的病要靠佛法，要靠法药生理的病有其病因，因果的病也有其业因，但此因非彼因两种因各不相同。那不管哪一种因都必须把它找出来啊，才有办法对症下药啊。跟因果或业障有关的病叫做业障病也是要能够找出它的业因，因为业因不消除，业障难消啦。那业障消不了，则业障病就难医啊。这个时候神医来或华佗在世都救不了你啊。佛陀虽然超凡入圣但并非无所不能他还是有善不能哪3个第一，不能灭定业个人造业个人担佛不能帮我们转业力、改习气或除烦恼，也不能帮我们觉悟跟解脱，但告诉我们方法。第二，不能度无缘你不信因果，不信无常，不信佛法，那这样跟你讲再多的道理也不相应这样就是对牛弹琴鸡同鸭讲就变成无缘之人了嘛。第三，不能尽众生戒。佛法可以启发很多人但不代表佛法可以度尽所有的众生至少我们无法教那些出生道的众生上厕所或穿衣服不是吗？动物就是动物，跟人不一样，人都这么难度了，
何况是听不懂人话的畜生道的众生呢？虽然很难度，但动物也有它的黑暗跟黎明哦，因为他们也是有灵性啊。很多人在成功之前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甚至破产。例如苹果公司的创办人贾博士嘛，他曾被自己一所创立的公司辞退了，这对他来说是何等的挫败啊！这就是他的人生的黑暗时期啊。然而他继续努力，继续前行，后来重新回到苹果公司，让陷入危机的苹果公司起死回生嘛，成功把苹果打造成全球顶尖的公司啊。还有一个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例子，就是台湾第一面奥运拳击金牌的得主林玉婷，她在比赛期间呢，曾遭遇到霸凌嘛。上次我们有讲过一次啊，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心理压力啊，这就是她的黑暗期啊。但她没有放弃哦，她还是持续不断的努力哦，坚持努力下去，最终获得了金牌啊。这个证明了，即使经历黑暗，也不代表是永恒的黑夜，最终黎明也会到来啊！这种等待黎明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不断的前行、不断的努力的过程。所以心念偏差的时候呢，生龙活虎的人都会变得软弱无力啊。所以古话说“仁者心之器”，这句话意思是说，人体啊，就好像是承载的心的一个器皿呢。人之所以是人，也是因为心的存在跟作用嘛。心不仅仅是生理的心脏，而更是指人的思想、情感、品德等等内在意识啊。换句话说，人的身体是外在一个容器而已啊，真正决定人的本质是内在的心性啊。虽然我们常常讲啊，鼓励人家说啊，体力有限，心力无穷啊。然而一旦有了烦恼，心里一旦累了，即使不做事，躺着休息，身体都会很累。可见心念的把持深深影响一个人的行为造作啊。自己要无奈的处在永恒的黑夜呢，还是要积极等待未到的黎明呢？也是决定在这一念心呢。当一个人在加速忙碌的时候，他很容易忘记眼前的烦恼，因为忙到没时间烦恼啊，忙到忘记烦恼啊。那这也是一种去除烦恼的方便法。所以转移念头并快速前进，心念才不会停留在烦恼的事情上面呢。有一个道理我们要很清楚，现在在烦恼事情的这个人，不一定是将来要面对事情的那一个人。因为第一啊，事过境迁，可能我们的人生历练增加了，看事情的角度跟观念已经不同了啊，所以问题不再是问题了。第二，也可能我们经过岁月的洗礼，智慧增长了，因此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了，不再是问题了，对。第三，可能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谢谢收看，因为人生很无常，对。那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啦，事情还没有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但千万不要提前烦恼。所以活在当下是很重要的生活态度，更是人生智慧啊。活在当下的意思不是说啊，不要去计划未来啦，啊，事事都把它忘掉了，啊，把它健忘过去，不是这样哦。他强调的是，我们要不计较过去，也不要妄想未来。他更是提醒我们，把握每一个当下，才会变成永恒啊。唯有立足当下，并精进向前啊，随时调整好我们的心念头跟脚步，则生活中的每一个日子，才有可能朝气蓬勃、生机盎然呐，对不对？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没有永恒的黑夜，只有未到的黎明，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法喜充满，福慧上修，也感恩大家的聆听。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那是生生世世